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频道，这里每天和大家分享娱乐圈的新鲜话题、有趣现象以及明星作品背后的故事。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与陪伴，也祝每一位正在观看视频的朋友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，每一天都有值得开心的小惊喜。七夕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浪漫联想的节日，而当王一博出现在一组充满氛围感的画面中时，事情似乎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。赛车、宽大的手掌、戒指、香水，再加上略显暧昧的灯光，这些元素单独看起来或许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可一旦被放在同一个画面里，观众的大脑就开始自动补剧情。有人看到的是赛车文化，有人注意到了造型细节，也有人第一反应却是等等，这不是七夕约会现场吗？更有趣的是，粉丝们的想象速度几乎没有给理智留下太多时间。明明只是隔着屏幕看了一眼，转眼之间自己已经从普通观众变成了故事里的女主角。这并不是说画面真的讲述了一场约会，而是娱乐内容最有趣的地方之一。一个具有留白感的场景，往往比完整讲完的故事更加容易激发想象。如果仔细观察这组视觉元素，就会发现它其实很像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情绪密码。赛车代表速度与自由，也带着一点男性荷尔蒙般的力量感，手部特写则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距离突然被拉近的感觉。戒指本身又具有非常强的情感联想，香水更是视觉之外的想象延伸。最后再加上一层偏暖偏暗的灯光，整个画面自然会产生一种电影般的氛围。但这里恰恰值得提醒大家，氛围感不等于现实关系，视觉暗示也不等于事实。粉丝会觉得浪漫，是因为这些元素碰巧击中了人们对于爱情、约会和七夕的共同想象。就像看偶像剧时，一个眼神、一段音乐、一束灯光，都可以让观众瞬间进入剧情。因此，当网友开玩笑说他是不是在等我，我来了时，更多时候是一种节日气氛下的互动表达，而不是对现实情况的判断。这种脑补其实也很有意思。明星负责提供画面，粉丝负责完成故事，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娱乐互动。只不过，想象可以尽情飞驰，判断事实的时候却依然需要踩一下刹车。最值得讨论的其实不是王一博到底有没有约会感，而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画面后会迅速产生强烈的代入感。答案可能和沉浸式娱乐有关。如今的明星视觉内容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展示一个人长什么样，而是通过场景、服装、音乐、灯光以及镜头语言，让观众主动参与其中。当画面没有明确告诉你你是谁，反而会留下想象空间。于是，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入故事。七夕这样的特殊节日，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心理。平时看到赛车，大家可能想到的是速度；看到戒指，可能想到的是饰品；看到香水，可能想到的是品牌。但当这些东西同时出现，并且恰好处在七夕的时间节点里，观众自然会把它们重新组合成浪漫约会的故事。所以才会出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广告可能只需要几秒钟，就让观众从看明星变成想象自己和明星一起经历故事。这并不意味着粉丝真的分不清现实与幻想，而是说明优质视觉内容确实能够调动情绪。当然，喜欢一个明星，享受一段氛围，与把想象当成现实
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。如果把七夕的浪漫滤镜暂时拿掉，我们再来看王一博本身，会发现真正能够持续吸引观众的，并不只是某一组画面的暧昧氛围。赛车、舞台、影视作品以及不同领域的尝试，都在不断强化他身上比较鲜明的个人特质：冷静、专注、利落，同时又带着一定的少年感和距离感。也正因为这种气质，他在不同场景中都容易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。换句话说，真正让粉丝产生心动的，可能不是某一枚戒指，也不是某一盏灯，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个人魅力。而这也提醒我们，明星的吸引力最终还是需要作品、专业能力以及持续努力来支撑。一个偶像可以让人短暂心动，但真正能够让观众长期留下来的，往往是他不断成长之后呈现出的价值。所以，与其纠结这是不是约会暗示，不如把注意力放回明星本身的工作与作品。娱乐可以浪漫，但关注也可以保持清醒。七夕的意义本来就是关于陪伴、珍惜与情感表达。对于粉丝来说，一张充满氛围感的照片，一段令人心动的画面，当然可以带来快乐，也可以成为平淡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惊喜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故事中的女主角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开一个有趣的玩笑，享受那几秒钟的浪漫想象。毕竟，追星本身就是一种情绪体验，适度的脑补并没有什么不好，反而能让普通的画面变得更加有趣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应该记住，明星也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、工作和私人空间。粉丝的喜欢应该成为支持，而不是变成过度解读、造谣，甚至对私人生活的窥探。真正长久的喜欢，不应该建立在幻想取代现实的基础上，而应该建立在尊重、理解与理性之上。这或许也是娱乐行业越来越需要思考的问题：如何让内容足够精彩，让观众获得情绪价值，同时又保持真实、健康和有边界的传播环境。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的热闹，但只有真诚、作品和专业能力，才能真正留下长久的价值。当我们看到一组赛车、大手、戒指、香水加暧昧灯光的画面时，可以开心地说一句：这氛围也太会了。可以享受视觉带来的浪漫，也可以把自己带入其中，短暂地做一次女主角。但在情绪之外，我们依然要保持清醒。画面能够制造想象，却不能替代事实；氛围可以让人心动，却不能成为判断现实关系的证据。或许，这才是成熟追星最美好的样子：可以心动，但不失分寸；可以幻想，但尊重现实；可以热爱偶像，也愿意守护一个更加理性、健康、有温度的娱乐环境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也感谢每一位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频道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话题，欢迎关注频道，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七夕看到这样一组充满氛围感的画面，你会选择沉浸在自己的浪漫想象里，还是更愿意把它当成一次视觉享受？也许真正成熟的追星，并不是减少喜欢，而是在喜欢之外多一份理解，多一点尊重。愿我们都能享受娱乐带来的快乐，也共同推动娱乐行业拥有更加真实、理性、健康的发展空间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与陪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顺利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